身为世界最穷国之一，为什么说中国与孟加拉的合作是最顶级的地缘战略之一呢？作为得到联合国认证的穷国，被基辛格毫不留情地称为废物的孟加拉，相信有不少朋友对它的印象还停留在其与印度极其相似的社会环境之上。而鲜有人知道的是，今天的孟加拉早就悄悄地走向中国化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孟加拉会选择中国呢？双方的关系又到了什么地步呢？想要弄清楚这些，我们还要从孟加拉的国运开始讲起。前段时间，在一位中国博主的视频当中，孟加拉一哥意外走红，这也使得不少人借此首次了解到了孟加拉这个国家。在镜头之下，孟加拉可以说和印度相差无几，苛刻的种姓制度、悬殊的贫富差距、严重的性别歧视，这些种种都在诉说着孟加拉的落后。不过有一点，孟加拉确实和印度并不一样，那就是绝大多数的孟加拉人都对未来怀揣着希望，对于富强自己的国家抱有强烈的愿望。而一个国家的人民往往是一个国家性格最真实的写照，这也是为什么孟加拉会选择向中国靠拢最重要的原因所在。孟加拉国，一个位于南亚次大陆东北部，由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冲击而成的三角洲上的国家，总面积约14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72亿。孟加拉国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其国家分为8大区、3大干流，自然资源丰富，但却是被联合国认证的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显然，对孟加拉国来说，原有的社会模式是很难让其翻身的，因此很多人会觉得孟加拉的未来在于中国。为什么会是中国呢？这主要有2方面原因。一方面，中国和孟加拉一样，曾经也是从穷国演变过来的。在过去的40多年当中，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而积累的丰富发展经验，正是今天渴望摆脱贫困的孟加拉最迫切需求的东西。而另一方面，中国和孟加拉之间的合作还存在着很多隐性的互补点，例如孟加拉的矿业、农业就能够为中国提供原料，而中国先进的科技又可以反过来帮助孟加拉快速地完成现代化。因此，基于以上这2点因素，中国这位老师便成为了孟加拉脱贫致富的不二之选。事实证明，孟加拉国的选择是正确的。在过去的几年之中，孟加拉拥抱中国已显成效，中国已经成为了孟加拉的最大海外投资国，有超过670家中国企业在孟加拉承建了大量的基础设施。这不仅为孟加拉创造了许多发展机会和就业岗位，而且还深深地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由中国在2022年修建完成的帕德玛大桥。在这座大桥落成之前，每年都有数以百万的孟加拉人需要通过摆渡的方式来渡河，期间行程最短需要2小时，遇到汛期8小时的长途都是常态。而在大桥落成之后，这个时间已经被压缩到了几分钟，并且还不受自然约束。除此之外，像2006年中孟2国达成建设的铁路，后来更是被孟加拉国人民亲切地称为梦想之路。同年建设的帕亚拉发电站被称为孟加拉国家电力供应的压舱石，现如今每年能够稳定满足孟加拉全国用电的10%的需求。如此种种案例都在证明着孟加拉与中国合作的成功，正在让孟加拉走向一个充满光明的未来。2023年3月20号，与孟加拉国前总理同名的谢赫哈希纳潜艇基地正式建成。在当天的入列仪式上，除了兴高采烈的孟加拉官员以外，许多一闪而过的中国身影格外引人注意。而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幕，还要从头说起。1971年，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之下，孟加拉成功打赢了独立战争，这也使得2国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亲密。由于在地理位置上，印度对孟加拉国实现了3面包围，这也使得后者在贸易、水资源分配等领域一直高度依赖于前者。而问题的关键就出在这里。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印度实际上并没有平等地看待自己与孟加拉国之间的关系。例如，曾经就有孟加拉国外交官在谈论孟印关系时十分不满地指出，自己在与印度政府高官打交道时，经常会因维护本国利益而被对方指责为反印。除此之外，作为一个怀揣着大国梦的国家，印度还十分爱参与他国政治，其长期对孟加拉国内的亲印派势力进行扶持，对孟加拉国内政治进行隐性干预。这使得孟加拉国政坛一直流传着一句话：印度就像是一个孟加拉政党，一举一动都会招致政坛巨动。俗话说得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孟加拉在印度手上长期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最终便使得孟加拉国内的反印情绪不断高涨，其最终便使得孟加拉国出现了摆脱印度控制的需求。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孟加拉国想要凭借自身的力量实现这一切并不现实。
因此孟加拉想要以小博大，势必需要别人的支持。那么谁能成为孟加拉的助力呢？放眼全世界，孟加拉关注到了中美俄3个国家。俄罗斯这边受限于俄欧冲突，自顾不暇，暂且不谈。美国的支持可不是那么好获得的。在过去的这些年里，虽然美国对孟加拉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是其同时也在人权、宗教等问题上屡屡对孟加拉国进行施压。显然，如果孟加拉国做出了这一选择，那么就算摆脱了印度，最终的结果也还是会受限于美国，无非是从一个坑跳到了另一个更大的坑中，依然无法实现独立外交的目标。那么既然美俄都因各种原因无法选择，留给孟加拉的答案便只剩最后一个，即中国。对于孟加拉国来说，谢赫哈希纳潜艇基地的建成意义十分非凡，因为这不仅是其境内的第一个潜艇基地，同时也是其拥有的首个现代化海军基地。更重要的是，这个基地是由中国独资建造的。事情讲到这里，孟加拉国想要干什么已经是不言而喻了。而除了潜艇基地之外，在其他项目上，孟加拉与我国的合作也在不断加深。根据孟加拉国在今年3月11号发布的《中国在孟加拉国的国家形象研究报告》显示，如今的孟加拉已经成为了中国武器在全球市场上的第2大买家。光是在2019到2023这4年的时间里，孟加拉国有约 72% 的武器都来自于中国。而更为重要的是，这则报告还特别强调，中国在以较低价格向孟提供重要军事装备的同时，并没有对孟内政提出任何附加条件，这是孟从其他国家得不到的待遇。这里其他国家点的是谁，显然也不用多说。当然，话又说回来了，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那样，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从来不特意的针对第三方。中国与孟加拉的一系列联系只不过是恰到好处，孟加拉国需要，而我们刚好有罢了。如果非要有人误解，那只能说这个人心里有鬼，不然怕什么呢？实际上，从地理位置上就不难看出，中国和孟加拉的合作还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地方。例如，在海洋方面，中国和孟加拉一道能够共同开发港口和印度洋资源。与此同时，中国也能借由孟加拉国境内的河流，让西藏资源顺流而下，为西藏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可能。在陆地方面，中国和孟加拉国相隔也并不远，双方完全可以搭建起有益的桥梁，使得两国之间更加亲密。而一旦中国能够和孟加拉国达成连接，那么藏南地区难以开发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总而言之，孟加拉之所以选择中国化，是因为其对发展的渴望，对外交独立的诉求，而在尝试了各种方法之后，最终发现只有中国方案走得通。如今，孟加拉国的 GDP 总量已经突破了4000亿美元的大关，相较于2010年的自己增长了近4倍，这也使得其成为了南亚地区仅次于印度的第2大国。对此，我们不讲孟加拉国选择中国方案对错与否，因为事实早已胜于雄辩。2022年底，巴基斯坦爆发了严重的外汇危机，仅仅1周的时间就用掉了全国1/4的外汇储备，国库里仅剩30.9亿美元。这意味着巴基斯坦国库里的钱仅只够支撑不到1个月的时间，更别提外面还有一堆债务没有结算了。难怪巴基斯坦的国防部长会忍不住说，巴基斯坦早就已经是一个违约的破产国家。为啥巴基斯坦就这么穷呢？其实如今困扰着巴铁的有3大穷癌，而这3点真的可谓是招招致命。巴铁这么穷，中国咋不去扶上一把呢？事实上，近些年来中国对巴基斯坦的输血一直都没有停过。就拿2022年底的外债危机来说，就是中国出手相助，才成功让巴基斯坦渡过难关。除此之外，中国在巴基斯坦援助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不少，很多时候甚至都是有求必应。那么，既然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毫不吝啬，可为什么巴基斯坦的经济依然不见起色呢？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导致巴铁的3大穷癌之首，那就是政治斗争。巴基斯坦的政局虽然表面上看上去风平浪静，其实背地里早已暗流涌动，混乱不堪了。就拿中国援助的态度这件事来说，面对中国帮助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巴基斯坦有的地方就特别欢迎，而有的地方呢就特别反感中国的基建援助，甚至干脆禁止中国基建队进入。要知道，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建可以说是国家层面上达成的协议共识，可地方上却能自作主张的形成截然不同的态度。显然，窥一夜而知深秋，巴基斯坦的政局属实不简单。实际上，巴基斯坦的政治乱局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可以说从建国开始就一直存在。印巴分治之际，尽管在宗教的区分之下，巴基斯坦的国民基本都信仰伊斯兰教，但大家在此之前却来自不同的民族，拥有着不同的文化与语言，彼此毫无联系，甚至有的还有仇恨。如今被强行大杂烩一般的炖到一起，不可避免的摩擦就产生了。
巴基斯坦拥有72个民族，其中主体民族就有6个之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别说安静下来好好发展，就是新国家叫什么，首都定在哪里，都已经吵得不可开交。这使得巴基斯坦的国父真纳头疼不已，无奈做出和稀泥的举措，通过拉拢大多数人来压制少部分人，从而达到表面上的和谐。但是这样和稀泥的办法注定只能维持一时的平衡，长久下去早晚还是会出问题。1948年，真纳因病去世，而他过于短暂的一生也使得巴基斯坦存在的很多毛病都没能得到解决，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没有一个继任者能像真纳那样得到所有人的幸福。1969年，在2次印巴战争失败以后，维持了10年之久的军政府垮台，巴基斯坦进入民选政治阶段。但是由于彼时的巴基斯坦从未进行过社会的改革，很多农村与边远地区依然处在封建时代当中，这就使得巴基斯坦的民选政治与我们大多数人所了解的相差甚远。因为虽然表面上说的是每个人都有选票，但实际上这些选票的真正所有者应该是那些地主们。最终不可避免的，这所谓的民主政治变成了一场斗富游戏。民主政治变成斗富游戏有什么危害呢？答案显然易见，就是被选举出来的领导人首先需要满足的并非国家的利益，而是其背后的支持势力。这就导致巴基斯坦的政治格局朝令夕改，经常一朝天子一朝臣。每次换届之后，哪怕你前任有些地方做得好，但因为不出于同一个利益集团，就要全盘否定。如此一来，别谈发展了，能不出内乱就已经算成功。除此之外，由于选举成本的高昂，这使得在成功上任之后，这些利益集团的分赃几乎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就拿新德省的一项排污工程计划，原本申报着需要180亿卢比，可申报到中央却变成了1160亿。尽管最终政府好说歹说把预算压到了750亿，但中间的差值依然到了惊人的4倍。至于为什么这么多钱，多的钱又去了哪里，相信大家都应该心知肚明。其实穷从来都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没有改变穷的能力，而巴基斯坦恰恰就是这样的存在。都说穷啥都不能穷教育，这几乎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共识。哪怕是战乱中的叙利亚，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很多学校在废墟上被建起。可处在相对和平当中的巴基斯坦，它的教育真的只能用一言难尽来形容。根据世界银行在2014年给出的一份报告显示，巴基斯坦的国民教育指数仅排到了被调查国家的113名。而在巴基斯坦后面的，要么是处在战争当中，要么都不能算是国家，就是一些小部落。由此可见，巴基斯坦教育的落后。在如今的巴基斯坦，受过小学1至5年教育的儿童仅有60%，而这还是抛去女性的。为什么？因为很多女孩在这个年龄已经结了婚。既然有这么多问题，难道巴基斯坦政府就放任不管吗？其实还真管过，但最终的结果却是管不了。就拿未成年人结婚这件事来说，2019年4月，巴基斯坦参议院投票通过了禁止同婚法案，用来保护女孩。但这条法案仅仅推行了不到4个月，便又在国民议会上被否决，而这已经是类似的法案第3次被否决，其背后都站着同样的一个庞然大物，那就是宗教派。显然，想要越过宗教来改革陋习，并没有那么容易。众所周知，由于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印度与巴基斯坦向来都不对付，几乎每时每刻都处在擦枪走火的边缘。也正因为这样，尽管巴基斯坦很穷，但却丝毫不敢放松军事预算，而这恰恰极大拖累了巴基斯坦的发展。当然，如果只有印度一个敌人，那其实倒也能勉强维持得住。可偏偏巴基斯坦由于一些特殊原因，始终无法摆脱恐怖主义的影响。据南亚一家网站 SATP 统计，在最巅峰的时候，巴基斯坦境内有超过80个恐怖组织活跃，哪怕到今天依然存在1半以上。如今虽然恐怖组织已经有所收敛，这些事件可能发生的并不算频繁，但依然给巴基斯坦的政府造成了极大压力。当然，这里也不得不说一句啊，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说白了还是自己作出来的。我们前面说了，巴基斯坦在建国的时候，为了维持表面的平衡，真纳采取了拉多采少的政策，而这里被采的少部分人就有俾路支省，而现如今的绝大多数恐怖分子也都出自这里。大家都普遍认为巴基斯坦政府厚此薄彼，觉得既然你不仁，那我自然也没必要讲道义，因而经常闹独立，搞恐袭活动。前些年，中国曾向巴基斯坦租借了一个名为巴达尔港的港口，彼时很多人都觉得巴基斯坦或许能借着这股劲儿好起来。可直到今天，10多年过去了，巴达尔港依然没有怎么好好建设起来。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这个港口好巧不巧就在俾路支省。你巴基斯坦当年不把我当自己人，现在我能让你过好日子啊？答案显而易见，如今也只能感慨一句，巴基斯坦人属实没这好命。不过话说回来，巴基斯坦倒也不是真的无药可救。作为一个拥有将近2.5亿人口的大国，内部自然资源又比较丰富，事实上从潜力来说，巴基斯坦的前途还是有的。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巴基斯坦能治好自己身上的3大癌症，而且这病也只能自己来治，依靠旁人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如今，在巴基斯坦政府的努力之下，相较于10年前，在恐怖袭击方面，现在已经少了很多。至于教育、禁止同婚方面，我们也一直可以看到巴基斯坦的有关方面在做着努力。而过去几年，在反腐方面，巴基斯坦政府也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但这依然远远不够，而且能否维持住这样的稳中向好，依然是个问题。所以，对于巴基斯坦来讲，想要富起来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